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浅子。张小斐主演的电影《恶意》看了吗？没看是吧？那我要讲了。本视频涉及严重剧透，没看过的保值可以划走。电影开场是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，一个身着病号服的小女孩静静疯狂地在楼梯间往上跑，后面的护士李月紧追不舍，两人在楼梯间你追我赶，最终出现在了医院天台。同一时间，在 ICU 守护的母亲尤倩刚刚出去接了盆水，回来发现女儿失踪，也发疯般冲向天台。隔着雾气氤氲的玻璃，他惊恐地看到李月和静静扭打在一起，转瞬之间，两道身影从高空坠落。尤倩瘫倒在天台边缘，崩溃大哭。故事就此展开。画面一转，新闻界知名记者叶攀正在大学课堂上进行演讲，大屏幕上播放着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视频。一位手脚背负、嘴缠胶带的中年男子被困在不断注水的玻璃罩中，下方醒目的标注着我是一名强奸杀人犯，某某市发布该男子逮捕令，点赞量上100万，他就会死。点赞数字很快突破100万，水即将灌满玻璃罩的瞬间，玻璃破碎了，男子得以获救。叶攀向台下的学生们解释，这是一位教授设计的社会实验，目的是为了探寻舆论如何被操控。但这个教授确实有罪，他真的犯下了性侵女学生的罪行。他所谓的社会实验，不过是为了转移舆论焦点，掩盖自己罪行的手段。然而，他的讲解被一名学生突然打断：“叶老师，当年你因为施药人案被称为杀人记者，是否也使用过焦点转移的手段？”叶攀神色自若地回应：“那篇报道为他赢得新闻奖，便是最好的答案。”现场响起一阵掌声。就在这时，助理示意让他看手机，工作群里弹出一条坠楼消息：4年前，叶攀曾采访过的抗癌小网红静静昨夜坠楼身亡，而一同坠楼的护士李月正在 ICU 抢救。警方迅速封锁现场，很多围观群众聚集在这里，其中不乏为蹭热度进行直播的自媒体人。叶攀凭借经验从员工通道潜入医院，刚好撞见静静的母亲尤倩在医院声嘶力竭阻拦警方带走女儿遗体，哭喊着：“是那个护士推了静静，我亲眼所见的。”这一幕被迅速传播到网络上，舆论瞬间将矛头指向昏迷中的李月，他的个人信息被疯狂人肉。回到公司，老板老肖催促叶攀立刻发文，抢占流量热度。叶攀却坚定地认为要等查明真相，双方发生激烈争执。实习生程程带回最新消息，天台监控损坏，而他偷拍到的警察与医院高层对话视频成为目前最具价值的线索。老肖迫不及待想发布视频，叶攀却担心这样会干扰警方办案，但在程程只取信息点的劝说下，最终将视频画面去除，把声音处理变声后发布。一时间，医院是否担责的话题登上热搜。警方队长黄轩在调查中发现，尤倩一家人在医院风评是很好的。尤倩和任强是重组家庭，任强为了尤倩和没有血缘的女儿静静在医院当护工挣钱缴费，一家人挤在医院只为照顾静静。然而，周边100多家监控都没有捕捉到坠楼案的关键画面。黄轩愤怒地给叶攀打电话，指责他的报道干扰办案，而叶攀却回避话题，只要求他在离婚协议上赶紧签字。为探寻真相，叶攀利用花粉过敏和晨晨再次潜入医院。他们通过黄牛的帮助，从医院人员口中拼凑出李月的形象。李月，一个破坏他人家庭的小三，因为勾引孟医生被原配殴打，还因为被家长投诉从儿科调至肿瘤科，甚至被开除。在尤倩家中，尤倩夫妇拿出所谓证据，称静静曾拍到过李月和孟医生的暧昧画面，还透露李月对静静恶语相向，甚至暗示医院院长和李月的关系也不一般。加上网上不断出现自称是李月同学朋友的爆料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扒，抽烟、纹身、泡夜店等标签被贴在他身上，躁郁症也成为了众人攻击他的把柄。至于这些信息，叶攀让晨晨根据这些内容草拟文章，一篇把李月塑造成因私情被曝光、情绪失控杀害静静凶手的文章发布了，再次引发全网热议。公司旗下的网红们纷纷下场编造故事，借此疯狂敛财。李月的母亲被围堵质问，但是依然声称自己的女儿不是杀人凶手。老板老肖嗅到商机，想利用叶攀的夜话栏目进一步收割流量，被叶攀果断拒绝。同时，晨晨联系到一位自称道爷的李月的病人，他手中握有未公开的通话记录，但道爷表示只能在直播上用。叶攀决定在夜话直播中采访道爷，自信地认为能佐证李月就是杀人凶手，并找到他的作案动机。直播中，道爷自曝是躁郁症患者，李月帮助他不少。叶攀本来以为他会指责李月，结果他却当着镜头声称李月不是小三。
他是被孟医生欺骗，孟医生一直说他和前妻离婚了。叶潘问他有没有证据，道爷反问叶潘。你们说李月是小三的时候，你们又有什么证据？你们只是习惯性的在男女问题上给女性贴标签。道爷逐一拆解网上对李月的恶意爆料，更关键的是，他播放了一段录音，因为自己想看病情恢复情况，所以有所保留。其中李月焦急地讲述，如果我那天再晚一步，静静可能就没了。他再次追问叶潘：“你们真的有那么正义吗？”杀人记者叶主编。直播结束后，晨晨问叶潘为什么称他为杀人记者。叶潘告诉他，几年前自己跟进了一个是药人案，那些并不健康的人为了可以试药挣钱，在体检之前用外力因素将指标达到正常，因为曝光这些人失去了工作，而陈宝福就是其中带头的。当时过来找叶潘撤稿，情绪激动，在车流中间被车撞死了。与此同时，医院传来李月抢救无效死亡的消息，尸检结果显示静静尸体损伤符合自杀特征，应该是跳的过程中受到外力影响，而李月的身体的肩胛骨有明显的外力导致脱臼的情况，包括她的手上是有尤倩的指纹的。警察在天台模拟尤倩看到李月推静静的过程，发现从门的玻璃处压根儿看不着。叶潘和晨晨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，叶潘意识到这不是他们家的方向，跟车发现他们去一家婴幼儿奶粉店买了高龄产妇的奶粉。另一边，孟医生约见了叶潘，拿出了一张病危通知书，说静静呢这次手术成功率达不到5%，而且费用高达40万。告诉叶潘，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高估父母这2个字。加上这边晨晨拿着威胁的报道，在地下车库拦住了院长，换取了 ICU 里的视频。视频里，静静因为不良反应而颤抖，氧气管掉落，而尤倩在给静静接管子的时候迟疑了。李月跑了进来，才给静静插上了氧气管。那网上也有人把尤倩在酒吧喝酒的视频发布了出来。气愤的叶潘写下了第2篇报道，尤倩因为怀孕有了新的生命，准备放弃静静的文章。然而他并没有发布，而是冲出门去找尤倩要个说法和真相。尤倩因为直播采访的事情，并不想面对叶潘。叶潘拿出 ICU 的视频质问尤倩，尤倩才坐下来告诉叶潘，静静患病4年来，经过无数次化疗、骨刺、骨髓移植，痛苦不堪。早些时候为了给孩子治病，他在酒吧拼命喝酒卖酒，只有喝得多才能赚得多。为了静静，什么都愿意做。直到他遇到老同学任强，他不嫌弃尤倩，还辞掉工作当护工陪他照顾静静。但是那天他也不知道那一瞬间到底怎么了。还没说完，任强突然怒气冲冲地冲进来，让叶潘离开，让他看自己写的什么东西。叶潘打开手机，发现自己当时写的文章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发布了出来，并且再次引爆舆论，网红们又疯狂开始蹭热度，指责尤倩。叶潘愤怒地回到公司断电抗议，和只求流量的老肖激烈争吵。他要求撤下文章，联系其他媒体删稿，并让手下赶紧搜集癌症家属放弃治疗的案例，试图挽救尤倩一家。晨晨对叶潘说，可以用叶潘在上课讲的用焦点转移焦点的方法。叶潘却笑着问他，你看咱们几个人谁像焦点？转机出现在警方吃饭的时候，听到工人们吐槽安装监控却不好好整厕所的对话，发现工地吊塔上安装的有监控，监控画面清晰地还原了真相。静静主动走向天台并试图自杀，李月冲上前阻拦，2人在拉扯中不幸双双坠落。得知真相的任强和尤倩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非议，身心俱疲。任强回到家中，看到屋子里一片狼藉，而尤倩早已不知所踪。任强吓坏了，拼命寻找。叶潘再次回到学校讲座，接着上未完成的课。课堂上，学生起哄，让他讲坠楼案。与此同时，尤倩带着静静的遗照站上了楼顶，地上围观的路人举着手机直播，认为是他要跳楼博取同情。公司的人给晨晨打电话，让晨晨与叶潘联系，但是晨晨却未联系叶潘。警察劝说尤倩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监控，是一场意外，明天就会公布真相的。任强也赶到了现场，表示自己和他一起，他跳自己也跳。有学生将尤倩跳楼的画面投屏到了大屏幕上，画面里尤倩讲自己会带着静静和妹妹一起，自己死了就不会有人骂任强了。尤倩绝望地表示不想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，跳了下去。还好下面的充气垫接住了她，尤倩保住了性命。与此同时，晨晨在媒体上发布了3问叶潘到底谁才是恶女的帖子，一时间让叶潘站上了风口浪尖。叶潘的一些搜集证据的视频也被发布在了网上。叶潘决定退出媒体圈，自述了一段离职声明，夜话栏目更改为晨话，由晨晨接管。团队成员因为生活压力选择留下，而叶潘独自离开。离开前的叶潘遇到晨晨，晨晨挑明了她是陈宝福的女儿，但她不能理解一篇报道会比一条人命更重要。况且当时家里的母亲是因为生病急需用钱。
叶潘说，作为记者，这件事情不是我来报道，也会有别的记者来报道，但是作为个人，我很抱歉，如果再重来，我会撤稿。李月母亲在收拾李月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相机。黄轩和叶潘将相机给到了正在住院的尤倩。视频里是静静的遗言。静静知道要有妹妹了，很开心，但是又为自己看不到妹妹而难过。夫妻俩抱头痛哭。故事的最后，老肖的公司因为恶意引导舆论而受到严厉处罚。黄轩和叶潘一起走在路上，他问叶潘：“你是故意将焦点引导在自己身上的吧？”叶潘笑着说：“现在自己是热搜第几？”黄轩调侃道：“现在是网红约会的嫩模，你和坠楼案早就无人在意。”叶潘说：“正常。”故事就结束了。那电影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叶潘说的一句话：“有时候说一半真相也是谎言。”